到面前的这3台运动相机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。首先，先来考验一下大家的眼力。现在我放出3组画面，你能猜出他们都是用哪一台来拍摄的吗？来，3、2、1，公布答案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对啊？那今天呢，咱们就来玩一期互动视频。除了我会分享一下咱们这个之前频道没有测评过的这个 DJI Action 5 Pro 它有哪些新升级之外，最主要的是和另外2台，一个是 Insta360的这个 Ace Pro 2，另外一个就是 GoPro 13啊，我们来给他们做一场横向对决。那这次呢，我也特意的在泰国清迈带着他们从早拍到晚，从城市拍到山顶，从动态拍到静态，总之就是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用的7大使用场景。那大家在看的时候也不要忘记盲猜一波，答案我会在每一段对比之后来揭晓。你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先开始。首先，我们快速过一下它们各项的关键参数啊。那 Action 5 Pro 呢，配备的是一块1.1/3英寸的传感器，最高可以拍到的是4K 60帧的10比特视频和4K 120帧的慢动作视频。那相对比之下呢 ，Ace Pro 2同样使用的是一块1.3/1英寸的传感器，最高规格可以拍到的是8K 30帧，而 GoPro 13的传感器使用的是1.9/1英寸，支持最高5.3K 60帧的画面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传感器越大，在明暗对比的这种场景下，能够捕捉到的细节就会越多。所以呢，传感器方面的话，这2台会比较有优势的啊，比较明显的。那待会儿从画面当中，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比较明显。那在比特率上面呢 ，Action 5 Pro 和 GoPro 13这2台都支持10比特的视频，而 Ace Pro 2最高可以拍到的是8比特。那比特率高就可以呈现更多的颜色层次，像是拍摄天空的这种光影变化的时候，就会非常的明显。所以等一下在对比视频当中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天空当中的云朵、云层的分布，是不是会有断层的现象？天际线的这个渐变的过渡是不是会比较自然？首先我们要看的是白天静态场景下3台相机的实际表现，你可以猜一下画面1、2、3分别用的是哪一台相机？Whoa! Whoa! Whoa! 冰塔农山第3场大瀑布，静态。冰塔农山第3场大瀑布，静态。冰塔农山第3场大瀑布，静态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3台相机在白天静态场景当中的表现，大家更喜欢哪一台拍出的质感？现在打在弹幕上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动态场景下3台相机的表现，这一次你会更喜欢几号的画面呢？来，我们开始。运动场景。运动场景。运动场景。哇！哇！哇！
以上呢就是白天动态画面当中的对比，3台相机，你觉得哪一台更稳更好呢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夜景拍摄的部分啊。那刚好在出去拍摄的当天，我赶上了大疆对 Action 5 Pro 的这个固件升级，所以我们使用的是它升级过后的 4K 30帧的超级夜景模式。同样 Ace Pro 2也是有夜景模式的啊，在 4K 30帧当中可以得到这个夜景增强，但是 GoPro 13是没有夜景模式的。那接下来呢是3台运动相机的夜间实拍片段，大家可以在弹幕当中来猜一猜，分别是哪一台相机拍摄。好，以上呢全部都是在夜间静态下3台运动相机的表现，这3台你更喜欢的是哪一个？在弹幕当中告诉我。好，以上全部都是夜间动态下3台运动相机的表现，这3台你更喜欢的是哪一个？可以打在屏幕当中。Vlog 模式的还原的对比画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Hello。Hello。Hello。我们选择运动相机最大的原因就是方便和快啊，拿起来就能用。因为很多精彩重要的这个画面的话，往往是稍纵即逝的，所以运动相机的一键拍摄的速度同样非常重要。那么它们的表现如何呢？我将会在按下拍摄键的同时开始计时，哪一台相机拍摄到的秒表数字最小，哪一台相机的一键拍摄则最快。3、2、1。3、2、1。3、2、1。接下来我们要测试的是他们对于语音控制的灵敏度，因为他们两个的指令不同，所以我们会唤醒他们2次。第一次呢是 DJI Action 5 Pro 以及 Ace Pro 2。开始录像，停止录像。GoPro 开始录像。GoPro 停止录像。开机速度3、2、1，开机。关机速度3、2、1。那接下来呢是几组收音场景对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克。现在我使用是影石的 Ace Pro 2，你觉得它的收音效果怎么样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克。现在我正在使用的是大疆的 Action 5 Pro， 你觉得它的收音效果怎么样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克。现在我使用的是 GoPro 13，你觉得现在的这个收音效果怎么样？Krishna Hare Krish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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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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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rishna
值得一提的是 X5 Pro 直接把它开机就可以直连到这个 DJI Mac 2，最多呢可以直连2个发射器。那这样的话，如果是情侣出游啊，2个人拍一个 vlog， 或者是使用它去录制一些访谈啊，就可以同时的去收录对话的声音。那 X5 Pro 连接 DJI Mac 2的时候，可以收录到的是48千赫兹的采样率，而其他的运动相机呢，连接最高可以有16千赫兹的采样率。如果是 GoPro想要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收音效果的话，就需要花600多购买麦克风组件，我没有买，那我们就把它去排除在外了。那我们就来听一下 X5 Pro 和 S Pro 2连接到 DJI Mac 2的收音效果。好，各位，现在我正在使用的是 S Pro 2连接到 DJI Mac 2，你觉得这个外置的收音效果怎么样？好，各位，现在我正在使用的是 Action 5 Pro 和 DJI Mac 2的连接外置收音，你觉得现在的这个效果怎么样？在续航方面呢 ，X5 Pro 的电池是1950毫安时 ，GoPro 是1900毫安时，而 S Pro 2是1800毫安时。那我家里面的温度呢，大概是27度左右。我把它们同步开启，录制的规格是4K 60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它们的续航表现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屏幕显示的部分啊。X5 Pro 使用的是双 OLED 高亮触摸屏，前后呢都可以去触摸操控设置相机的参数。那触摸呢还是比较灵敏的。S Pro 2呢采用的是一块触摸可翻转的显示屏，前屏显示的是拍摄规格，设置参数的话需要使用后屏，也就是它的主屏幕来去调整。而 GoPro 呢同样是前后屏的设计，但是主屏幕相比较前2款来说是偏小的，前屏同样无法触摸。那 X5 Pro 和 S Pro 2呢都附带了一个快装底座啊，两个都可以实现快装和快拆。那其实 GoPro 13这一代的话也可以使用快装底座，但是需要你额外自己花300多块钱去购买，所以 GoPro 在这儿就不做展示。那3台运动相机的重量呢，分别是 X5 Pro 146克 ，GoPro 13 154克 ，S Pro 2 177克。放在这样同样的一个平面上面来看的话，确实 X5 Pro 会更加的小巧一些。那比较特别的是 X5 Pro 这一次单机内置了47GB 的存储空间，如果你不是拍摄大规格的参数的话，完全不用再去额外买一张内存卡了。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更新，因为有的时候已经到了目的地，我才发现我自己没有带卡，那种绝望，我觉得在他的身上面应该不会再重现了。那在这儿呢，我也建议影石和 GoPro 在下一代可以关注到这方面的需求。好，今天的横向测评就到这里了。通过对比这3项相机的各项性能，相信大家已经对它们的表现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。那么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台呢？可以打在屏幕上面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、分享、关注，一键3连。这里是小马克，那我们就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